到今天还被台湾的政治圈拿来说，两岸不能签政治协议，不能就像当年西藏一样被并吞。其实北京是遵循了跟西藏噶夏当局之间签的17条协议，没有这个跟西方的叙事落差很大。当代中国的这个西藏的从属问题，从历史来看非常的复杂，简化就是各取所需，所以它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论述。再加上西方的帝国主义时时刻刻的希望把非汉地的省份给剥离出去，对汉地的省份都想要搞事了，更何况是对这种非汉地的这一些省级的行政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西藏在跟1951年之后跟北京的关系，它在相当程度上面是达赖13世这种政策的一个延续。就达赖13世还是希望几个地方押宝，但是很明显，他要维持跟印度的传统的宗教跟商贸关系啊，他维持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还有相当程度的政治形势上的关系，他也维持跟英国的一定程度的交往。他透过自己的转世的方式把这个传给达赖14世，所以造成达赖14世在他1950年的末期跟解放军的对峙过程当中，当然很快失败了。很快失败后，他立刻就转变跟北京合作了，而且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并没有障碍。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达赖14世本人以及达赖14世的哥哥，在他们的回忆当中，对于他们1950年代跟北京的蜜月，他们并不讳言的，他们也不觉得很痛苦。那么北京是不是遵循了在1951年跟西藏噶夏当局之间签的这个17条协议，就是维持西藏跟汉人其他的省份之间一国两制的状态？我们看到，其实北京是遵循的，它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个跟西方的叙事落差很大哦。因为大家了解，噶夏政府是指当时由达赖他们所控制的西藏的政府。那他如果跟噶夏政府没有破坏，那为什么西方的叙事是当时的新中国就中共跟西藏签了所谓的和平协议？到今天还被台湾的政治圈拿来说，两岸不能签政治协议，不能就像当年西藏一样被并吞。所以西方得出来就是被并吞，可是就老师的叙事不一样。是，那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西藏的范围的认定。因为北京和西藏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他认为我不介入你西藏的事情，甚至于说我承认了雍正期间北京跟拉萨之间战争的那个，我把金沙江以西已经变成西康的一部分，不要了，废掉了，并入西藏。所以国民政府成立了西康省，是因为要压制西藏嘛？大家知道西康省在哪里？在今天四川的西部跟今天西藏自治区的东部。对，以金沙江大概贯穿中间，然后就左右各切一块。是。西康省的废除实质上是遵循了中共跟噶夏政府的协议，是，所以我把康区还给你啊。是，对于北京来说，他要遵循的是我在我划定的金沙站以西、唐古拉山以南这个区域，我完全不动。他从1950年到1959年，真的没有在当地做任何改变。当地有解放军的驻军，也有汉人的官员，可是这些官员呢，基本上对当地的所谓农奴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一概漠视，完全不理。但是他们在北京看来，四川、云南、青海、甘肃这里也有讲藏语的区域，这些区域是行省啊，我在这里要进行社会改革的就是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版，叫做民主改革。这个地方我要做的，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包括财产权，包括原来贵族统治的一个状态，我都是要改变的。这个不包含在17条协议的范围里。那么可是，在达赖14世以及西方看来，这一个西藏的范围应该还包含达赖14世所主张的这几个，就是甘肃、青海还有四川、云南大藏区。那么在这里进行的这些从土地改革到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化使得这里的藏人在经历这些社会变革的时候，他们很多人感到不满，他们就跑到西藏自治区的境内了当时还叫西藏地方，就跑到金沙江以西或唐古拉山以南了，就是由噶夏政府所控制的区域对，那个区域里面的贵族开始就推测说，北京要在我们这里也会动手。这个我想是双方在政治文化上面有比较大的差异。就目前看到的材料来说，北京政府当时并没有决策要把所谓的民族改革，也就是少数民族版的土地改革，是推进到西藏里面去。是，对，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西藏自治区这个位置。那么或者我们换一句话，从北京的考量说，当时的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还不到100万。也就是说，跟这个汉人区域的中型城市差不多。我为什么为了一个中型城市要把我的大局弄坏呢？他也没有想这样做。当然，我们回头也要讲一下，就是说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这两件事情中间，并不是那么和平的中间是有很多牺牲这些成分当然造成很多人不满，包括对于这个游牧文化的这种陌生比如说你把牛羊全部都所谓公有化了，牛羊公有化的那个原来拥有牛羊的人，他跟土地不一样，他就把牛羊宰杀了，我吃掉我也不给你可是吃到了以后，第2年会发生什么事？我
饥荒了，没有小的这个牲畜生出来了，这种事情其实很多。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情形对比到汉人区域的土地改革跟汉人区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这种悲惨的事情，那么你可以看到北京大概不是从种族的角度、民族的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推动共产党的理想里面的这样一种改革或者革命，这里面不太有种族因素。可是拉萨的解读就不一样，他认为这个是要改变17条协议，所以才爆发1958年、1959年由西藏噶夏的军队来进攻解放军，来去把这个汉人干部抓掉、杀掉。于是北京把这个称为叛乱，而且找到了一个契机。毛泽东就说：“你闹得越大越好，你杀我人杀得越多越好，你杀越多，我问题反而可以解决。”这果然呢，事实上我们最后看到，从战略上拉萨的这个判断是有问题。北京他是很早就看到，但是你要说他是一直就故意要挑动西藏，到了忍无可忍之后来做这件事情，好像也有点过度推论了。就是说，无论如何，很大的一个关键在于对于西藏范围认定的不同，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关于西藏边界认知的差异。所以呢，我们讲西藏跟打个引号中国的关系，西藏跟中国的关系里面，在近代西藏的目标是要复古，还复古主义。但是呢，到了1959年之后，它逐渐的演变成为民族主义，就是包括今天出现的比今天的达赖14世更激进的主张，他们主张西藏自古就是独立的国家，而且现在更要变成西藏民族的民族国家。那么达赖喇嘛自己还没有这样做达赖14他还认为说西藏的目标就是自治，而且他自己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这达赖14世主张的。那么这样一种转变背后究竟是谁是推手？我们回到19世纪、20世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最大的推手还是西方帝国主义，是他们。他们呢，在这个1959年之后，尤其去动用了很大很大的资源，不仅是政治资源，也有非常大的学术资源、舆论的资源，来灌输西藏在外面流亡的这些人，他去完善他的、提升他的这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感觉。那么有这样子，他就如果有这种主张的人，他会获得很多的资源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在欧洲、在美国有多少去资助所谓西藏研究的，其实他背后是要去助长西藏民族主义。到今天呢，是到今天还是西方的这一些所谓西藏的学者，很多就是支持西藏独立嘛。基本上可以说，西方的西藏学者就是西藏独立学者，而且是在所谓西藏民族主义，而且是狭义民族主义下的这种方式。当然，我说的狭义民族主义，他们还是会涵盖到所谓的藏化族群是，但是非西藏本族或非藏化族群之外，他们是要把它摒除出去的。是，所以事实上，我觉得讨论这个西藏的从属问题，可以看得出来它当中当然还有非常非常长的历史的沿革，而且老师今天把我们点破了很多过去我们的一些谜团，比如说从吐蕃怎么过渡到现在的这个当代的一个状况，当代中国的这个西藏的从属问题，从历史来看非常的复杂，但是它可以做一个简化简化就是各取所需，所以它也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论述。再加上刚刚老师提到，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时时刻刻的希望把非汉地的省份给剥离出去，对汉地的省份都想要搞事的，更何况是对这种非汉地的这一些省级的行政区。那西藏、蒙古、新疆都不约而同的发生类似的状况，只是呢各程度各有差异。而西藏跟蒙古最大差异是什么？蒙古背后是粗暴的俄罗斯人，所以他直接把你切出去。那西藏背后是阴阳的英国人，那英国人最会搞阴阳，而且英国人不喜欢直接统治，所以他就让你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整个这样看起来，西藏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要说尘埃落定的话，那还真的是得到了1949年、1950年之后，新中国建立，然后正式的跟西藏签订了所谓的和平条约，然后还要再往后推进到1958、59所谓拉萨叛乱的这个状况，才把整个西藏完全巩固化。所以我可不可以这么讲，当代中国的疆域跟边界，像西藏这样的问题，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晚近才确立的，这也造成到了直到今天一个看似非常遥远，从唐朝就出现的，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活跃的吐蕃，也是西藏的祖先，看起来相处了这么久，可是它却有这么多的问题，其实是因为这刚才我们所讲的，尤其是近代的一系列的混乱，而这背后的混乱因素还是帝国主义。是，补充一下，对于这个洋人，我曾经一段时间我还觉得我心情上好像还可以理解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总是在乎西藏的福祉的。结果后来我发现他们在西藏利益的这个议题上他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中国侵略了西藏，所以西藏应该向中国讨回领土；另外一方面，他们在西藏的边界议题上面向来主张喜马拉雅山以南都不是西藏领土。可是我们知道西藏的好地方都在喜马拉雅山以南那么这种主张显然损害西藏利益、损害西藏未来的，这就证明这些所谓的西藏的学者或者实际上西藏独立学者，他们不是在意西藏利益，他们在意的是他们自己母国的利益。是。
所以当中这个利益被谁继承了呢？就被印度人继承啦。所以印度人就是帝国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妙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之前讲龙象之争的时候，也有讲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大家可以回去翻看。